各位朋友好，我们今天来讲这个插件。这个插件是一个青龙大大做的，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模型训练师哦。那这个插件是什么呢？我知道很多人想要使用，就是 LLM 就融入在生图的时候，然后在同一个界面这样，让聊天机器人去帮你补充这张图的元素。那这个呢，它这个插件可以直接装在 SD Web UI、Conf UI、Forge 也可以。那我们今天先讲这个普通使用者常用的 SD Web UI， 因为这个讲起来也蛮久的，安装是很快。这个作者的安装写得非常好，没有什么冲突。那这个插件怎么用呢？一样啊，我们要开这个 SD Web UI 把它开起来。我们把 SD Web UI 开起来。好，我们现在 SD Web UI 已经开起来了。我们来扩充功能这里安装这个插件，然后从网址安装这边，然后复制贴上，直接安装就可以了。这个插件我已经有使用过了。的确是可以使用的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好，已经装好了，然后他说要重开了。我们看这里有没有？有 Z-Tipo， 这个就是，我们来重开。好，已经开好了哈。然后我们现在会看到这里有一个 Tipo， 这个其实就是它的聊天机器人的插件。这里呢有一个箭头，你按下去就可以拉开，这里就有设定。然后呢，这边呢最下面这个就是你的模型的那个机器人的模型，你要怎么设定？好，那我们先讲上面这边。这边提示词这个没有问题。那它下面这一格是什么呢？这个呢，它就说可以把这个自然语言呢放在这里，这是给 Tipo 用的自然语言放在这里。那这个字怎么用呢？这里其实有写哦。那作者建议呢，你用 short 或 long。作者建议呢，你用 short 或 long 就好了。这个 very long 他并不建议哦。这个也是自然语言长度 very long 他都不建议，用 short 或 long 就好了。那这个 ban tag 是怎样？刚刚讲的就是这两个。这个 ban tag 就是说，你可以把你不希望出现的 tag 把它 ban 掉、过滤掉。比方说裸露啊，还是血腥啊，这种提示词你可以把它 ban 掉。这样，那这个提示词格式呢，你可以不用管它。这是怎样？这就是说，它预设使用的是作者自己做的这个模型。这是作者做的 XL 模型，然后它 XL 模型呢，它的提示词格式输出会是这张图，也就是说是这样。它前面呢是角色特征，中间呢是形容那个角色在做什么，然后在下半段这一块呢是说会出现的提示词，上半身，然后夹克啊，这个黑裙这些。
最后面这一块呢是这个图片的特征，就要节奏高解析度，然后要安全，不要就是很色情或者是血腥这样。这是它输出的提示词格式的意思，就是这个。然后你可以不用动它，你就用这样就好。然后这个就是说种子是否要随机这样。那这个是所谓的这个，你如果有动态提示词的话，它就是会把动态提示词吃进来之后再去处理。那这个就是说，如果没有动态提示词，它就直接去用那个机器人去处理这样。那这个你可以不用管它了。你如果不知道什么是动态提示词，再去翻我以前的教学。好，最后面我们就是要讲到这个机器人了。这个机器人聊天机器人是怎样？可以看到这里有，就是它有预设可选的有4种这个聊天模型。这4种聊天模型呢，200这是第一代，500是第2代。那可以不用管200了。GGUF 是怎样呢？就是它量化过，作者有量化过的版本，就是把它缩小之后的版本，这样大概是1.02 GB 这样。那你自己去决定你要跑什么，反正呢一样，它就会帮你把这个自然语言呢跟提示词呢，帮你加更多的形容词进去。那这个呢是用 CPU 效率跑这个聊天机器人，那我建议大家都不要搞，会很慢，非常的慢。那现在我们就要来讲温度跟 Tab P、Tab K。温度是怎样？温度越高呢，它就会越有创意性，越容易发挥其他有的没有的词。那 Tab P 跟 Tab K 呢，这个就比较难理解。我简单的跟各位说，这是怎样？Tab P 呢，它是一种考虑百分比不超过 P 值的一种采样方法。这里我们用0.9，它这个0.95不好算，0.9那0.9是怎样呢？就是说，它每个机器人的候选词都会有这个几率，那它就是说，我去取这个加起来符合的几率，然后这2个最高，然后这里它就不会去拿。我不知道它实际的候选词有哪一些，我只是举例而已。听好，我只是举例而已。那 Tab K 是怎样呢？ Tab K 这里是80，那讲这个80，如果你在 LLM 模型，你看到的不会是80的，也是那个不会那么高。然后反正假设我这个 Tab K 呢是3好了 ，Tab K 等于3，那它就会取前3个最高的，这样。它这种采样方法是这样算。假设 Tab K 等于3的话是这样。那这个都是作者预设的，那我们就不要动它。那你要去调整也可以，你自己去玩。只要这里是80，就是取前80个最高的，意思是一样。那我们接下来这里要怎么玩呢？你如果还没有灵感，你可以先叫 ChatGPT 帮你想。那你有灵感的话呢，你可以直接先点一点，假设呢，我这里呢提示词呢就是woman。警察，杰作，高解析度，我假设我这里的提示词是这样，然后这里呢，自然语言呢，我们先用这个。
一样也是描述一个警察的服装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这个 tag 长度我们用 long， 然后自然语言长度我们也用 long， 然后我们再去跑一次看看。还有就是说呢，他这里呢，作者是用他自己的模型，我有实测过了，你不一定要作者的模型，你去西站随便抓一个 XL 的模型也是可以的。那我们先换 XL， 我家这是 1.5 的，我们先用 XL 跑看看，因为 XL 模型比较适合这个自然语言。我特意不用作者的跑一次给各位看，作者模型我也有抓，然后我先用不是作者的跑一次给各位看。然后你在使用每一个模型的时候呢，如果你可以查到这个模型的资讯呢，你建议是按照这个作者他写的这个推荐值，比方说30到40步，什么采样器，什么尺寸这样，CFG 多少，建议是用作者提供的推荐值。尺寸这种就不一定了啦，尺寸这种大家就可以去试试看。那我先按照他这里说的，这里是8321216。好，我们这里都设定好了这个采样方法，模型也换成 XL， 我们来跑一次看看。然后要注意哦，你的电脑一开始我是没有在它的 Hugging Face 下载这个语言模型的，所以呢，你第一次执行的时候呢，它会去帮你下载，然后下载好之后呢，它会放在这里。它会放到这个 model 资料夹，我们等它跑完，我再点进去给各位看。然后它现在就下载好了，放到这个 model 资料夹，有没有？就是在这里，这个 model 资料夹。然后各位要注意哦，因为有使用这个机器人，所以 VRAM 会吃比较多。这就是他们用这个语言模型做的。然后它的提示值就是我刚刚说的，前面是用 take 当单字，然后后面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自然语言描述，然后在下面呢就是这个品质的描述。照片品质的描述。那这是西站的XL模型，我用作者的模型跑一次给各位看。作者的模型在这里，然后我们来看它有没有建议参数 ，CFG 3.5到6.5， 1024 1024这样，或者是相似的尺寸，然后 URA 12到50步，好，我们来试试看。URA， 它没有说调度类型是什么，我们用 Auto， 1024乘1024。风格我们用幻想好了。好，模型已经换过去了，我们来跑一次看看。调度这个 CFG 说3.5到6.5，我们用3.5。
好，这就是作者的模型哦。可是他为什么是2个人呢？看来要降低一下解析度。它这个模型，对，它这个尺寸应该要调一下。有没有这个宽幅版面拉小就变1个人？基本上就是这样使用。这个就是这个 LLM 的使用方法。然后它模型呢，都是放在这一边的。大家如果有其他模型呢，也可以去尝试看看。